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然而视频中这个女孩却被她的父母扔在沙发上整整12年，靠吃海绵和粪便勉强活到了36岁。被发现时，浑身上下沾满了排泄物，并且已生蛆，整个腐烂的身体融化在了沙发里。案发后，这对夫妇坚称自己是清白的，他们自述从未限制过女儿的人身自由。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恐怖而悲惨的美国莱西命案，被融化在沙发里的女人。2022年1月3日深夜，美国屠夫镇的警方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，报警人是一位母亲，她声称自己度假回来后发现女儿死在家里的沙发上。接到报案后的警方连忙驱车赶往案发现场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栋外观十分华丽的别墅前。警方向报案夫妇简单了解情况后推门进屋，可就在推开房门的一瞬间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眼前的一幕差点让他们把隔夜饭都吐了出来。一个骨瘦如柴的身体蜷缩在老式沙发已陷下去的洞里，浑身全是粪便尿液，遗体的皮肤长满褥疮及蛆虫，沙发里面的海绵已经所剩无几，这具身体看起来就像和沙发融为了一体。就连从业30多年的验尸官比卡姆博士都感叹，这是自己永生难忘的可怕场景。死者名叫莱西，今年36岁。他的父母告诉警方，他们出去旅游之前还帮莱西擦过身体，那时候的他还好好的，没有什么异常。可是旅游完回家之后，就发现女儿已经死在了沙发上。从尸体的形态来看，莱西已经死去多时。负责尸检的法医表示，莱西全身上下几乎找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，推断造成这样恐怖的伤痕，是因为他长期坐在沙发上没有移动过引起的褥疮，然后这些褥疮没有及时处理，进而破裂、感染发炎，最后导致全身皮肤溃烂。随后，莱西的尸体被运往了医院做进一步尸检。经过验尸官的全面检查，他在莱西的胃里没有找到任何的食物残留，只有沙发上的海绵和莱西自己的粪便。身体上布满了昆虫叮咬后形成的鼓包，法医还在他的伤口里面发现了一些昆虫的卵。由此可见，莱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经历了身体和心理上何等的痛苦折磨。尸检结束后，他认定莱西的死因是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引起的营养不良，肌肉萎缩，再加上褥疮破裂后形成的溃烂，造成了骨髓的感染，多重因素叠加后引发了败血症而不幸离世。死亡的时候，莱西只有87斤，而且还感染了新冠病毒。至于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警方从莱西的父母那里了解到，童年时期的莱西是一个十分活泼开朗的女孩，不仅爱好运动，待人也十分热情。1995年，他们一家人搬到了屠夫镇，莱西也转学到了布朗斯维尔浸信会学校。那时候的莱西还加入了学校的排球队，成为了一名主力选手。他有着一头惹人喜爱的金发，是学校很多男生追求的目标。当时的每个人都认为莱西将来会拥有让人羡慕的完美人生，可命运却跟他开了个玩笑，这美好的一切都在莱西13岁那年戛然而止。13岁那年的他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——阿斯伯格综合征。曾经活泼开朗的莱西逐渐地变得沉默寡言，甚至和人沟通都会产生焦虑的情绪。这样的症状已不能完成学业。从那以后，父母就将他带回家里面照顾。莱西除了偶尔去看心理医生，几乎很少出现在公共场所。最开始，莱西还会配合去医院检查治疗，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他就开始抵触和别人接触，直到后来就连沙发都不愿意离开。为了防止蚊虫叮咬，父母隔三差五会给他抹一点乳液或者爽身粉，但这样做根本就没啥用。然而这样一做就是12年。女儿得了精神病，让他们觉得十分不体面，所以他们隔绝周围人与女儿来往，不再让女儿暴露在大众视野中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忘记了莱西这个人。案发后，警方立即对莱西的父母展开了全面调查。这对夫妇在镇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父亲克莱是当地慈善机构的官员，母亲希拉则是镇上的一名市议员，他在执法部门和医疗系统都担任着重要角色。
邻居和朋友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。但让警方觉得奇怪的是，明明母亲希拉在医疗系统有着大量的人脉，为什么没有对女儿进行进一步的治疗？只要他想，肯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。但是这对富裕又体面的父母居然会对重病的女儿视而不见，任由女儿日复一日地躺在沙发上，甚至在女儿濒死时，两人还开开心心地去度了个假。2022年4月2日，莱西的父母被警方给逮捕了。他们认为莱西的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父母不负责造成的。因为患有闭锁综合症的病人基本都是脑部遭到了严重的损伤，导致他们全身瘫痪，只有意识是清醒的。这些患者一般只能通过眼皮和一些细微的动作和外界交流。而莱西的状况完全不同，他在饥饿到极点的时候还能扯下海绵放进嘴里充饥，所以莱西很大几率不是他父母所说的患有闭锁综合症。而他部分身体出现的瘫痪也是长期营养不良、肌肉萎缩造成的。警方怀疑这夫妻两个人会不会是故意让女儿变成这样的，而莱西的死亡说不定也是蓄意谋杀。在审讯时，他们向警方做出了这样的解释：女儿从来没有和他们抱怨过身上伤口的疼痛，把莱西搬到沙发上也是她自己的意愿，而且他们从来没有限制过女儿的人身自由，如果她感觉到不舒服，自然会离开。他们也有定期为女儿擦拭身体，对于之前闭锁综合症的这个说法却只字不提。他们的律师认为莱西的死，两个人最多只能算过失杀人，根本不构成蓄意谋杀。2022年5月2日，法院以2级谋杀的罪名将两个人判处入狱，但两人的律师却坚持说莱西的死只是一起意外事件。然而第二天，这对夫妇交了60万美金就被保释出狱了。2023年6月19日，两人在保释期间再次被捕入狱，但具体宣判时间并没有公开。据检察官表示，如果2级谋杀罪名成立，可能会让夫妻俩面临终身监禁，希望法官能做出公正的判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母亲希拉在保释期间，她在脸书上发文：女儿一路走好，爸爸妈妈非常爱你。如此厚颜无耻的话，遭到了大量网友的吐槽。回顾整个事件，很多人猜测，这对夫妇在女儿患病前期可能也在积极为女儿治病，但时间长了，他们就失去了耐心，同时也放弃了对女儿的救治。但两人都有着体面的工作，同时又是宗教的信徒，所以他们不能亲自动手杀害女儿，于是就选择了这种残忍的自生自灭的方式。对于这个案件，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